人工智能 AI 替代人类飞行员操控战斗机，甚至能进行1对1空战。这些过去只在电影中出现的场景，如今正逐渐成为现实。本周，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就亲身体验了一场 AI 战机与普通战机的模拟空战演练。而在去年，美国空军已经实现了首次相关领域的对抗测试。这是否代表空战的 AI 时代已经来临？带来技术飞跃的同时 ，AI 又会在实战中带来怎样的风险？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号，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乘坐代号 X-62A 的 AI 战斗机升空。肯德尔坐在前座舱，另一名飞行员坐在后座舱，确保安全。试飞过程中 ，X-62A 以每小时近900公里的速度进行快速飞行动作，这使得肯德尔要承受5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架飞机与另一架有人驾驶的 F-16战斗机几乎紧贴着飞行，两架飞机在相互约300米的范围内飞行，不断进行机动和盘旋，试图迫使对方进入易受攻击的位置。We set up a situation for an engagement, if you will, and then we turn the automation on and we let it control the airplane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a minute or two perhaps during the engagement.And then you turn it back off. 在约1小时的飞行结束后，肯德尔爬出驾驶舱，并表示他在飞行过程中看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相信这个仍在学习中的 AI 有能力决定是否在战争中发射弹药。X-62A 是一种经过重大改装的双座型 F-16D 战斗机，也被称为可变稳定性飞行模拟器测试飞机。它的飞行系统可以模仿几乎任何其他飞行的飞行品质，这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试验台，可用于各种需要真实平台的测试目的。这也是人工智能首次被用于战术飞机。Defense officials say the U.S. is the only military in the world with this technology, successfully flying a je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aircraft and the X-62 has one purpose, which is to advance the state of machine learning.事实上，在去年9月，美军方就宣布 X-62A 以完全自主的飞行模式首次参加了与有人操作的 F-16战机的空中格斗。这是空战进化项目重要的里程碑标志，使2023年成为让机器学习在空中成为现实的一年。根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今年4月中旬释放的这次测试的视频 ，X-62A 首先采取防御飞行姿态，随后逐渐转为进攻。两架战机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200英里，约1.6马赫，而两机之间的距离最近时仅只有600米。These engagements involved both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maneuvers,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of AI-controlled flight in complex combat scenarios. 据悉，美方没有公布人机空战的胜负结果，仅表示这属于高度机密。但空战进化项目经理表示 ，X-62A 的表现贴近了实战标准，并没有让 F-16占据太多优势。特别是在近距离高速接近阶段 ，X-62A 永远比人类飞行员冷静。他把战斗机交给 AI 去控制，然后的确可以进行我们基本上的一些的空中的攻防的动作。那所以有获致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你说整个要运用在不管是说空战，或者说未来我们看各个战场上面的话，我觉得还有他要走的路，但是基本上他的确开启了 AI 在军事上面，也就是说相对于乌俄战争这些来讲是更进一步的。这样运用在战场上面，相比人类飞行员，人工智能在空战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增加容错率。研究表明 ，AI 可以在动态的环境中考虑和协调最佳的战术计划，并做出精确的响应，比人类要快250倍。其次，人工智能可以突破人类生理的局限，限制飞行员的过载值极限，不会对 AI 控制的战机造成影响。尤其是一场现代空战要经历数十次高过载机动，对于人类来说是体力和承受力的考验，但对 AI 来说却是带有累积效应的持续学习，反而有助于加速建立优势。据介绍，在飞行过程中 ，AI 算法依赖分析历史数据来迅速做出决策。在地面模拟器的多年测试中，这一 AI 算法展现出强大的性能。2020年8月，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尔法狗战模拟空战中，人工智能系统以5-0的比分击败了拥有超过2000小时 F-16飞行经验的国民警卫队飞行员班格。2022年 ，AI 系统在 X-62A 上进行了非空战飞行测试，成功完成了21次任务，为进入真实空战测试阶段铺平了道路。
这些发展展示出一种可能改变未来空战方式的手段，将直接用于未来的先进无人驾驶飞机项目。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曾将空战进化项目列为直接为协同作战飞机无人机项目服务的几项切入工作之一。CCA 计划正在寻求采购数百架甚至数千架成本较低、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无人机。这些无人驾驶飞机将与有人机型密切配合，其中包括美方正在研制的第6代战斗机，主要用于空对空作战。按照美军的设想，在未来的战争环境下 ，AI 控制的无人机群将首先对敌方防御系统实施打击，在飞行员不用冒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渗透敌方空域。We can put them in places where some of them are intentionally sacrificed in order to draw fire or to find out where the other side is, find out where the enemy is. And I think our pilots in general appreciate that that's going to give the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尽管目前相关技术还远未成熟，但美国空军正计划组建一支由超过1000架 AI 无人战机组成的部队，首架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在2024财年预算中，美国空军申请了近5000万美元的资金，而在接下来的2025财年又寻求了近1700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这些资金将专项用于推动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该项目计划将无人驾驶战斗机、自主无人机与有人驾驶战斗机进行配对使用。值得注意的是 ，X-62A 并非美国空军近年来用于支持先进自主能力研究的唯一飞机。美空军目前正在将另外6架 F-16改造成测试机，以支持更大规模的协作自主测试。这也是另一个名为“蝰蛇”项目的一部分。台湾时事评论员宋玉宁告诉深圳卫视，美军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空战，显然并不是为了对现有交战模式的延续，而是希望通过 AI 实现作战成本的降低和人员伤亡的降低。所以，尽管有着数量庞大的 F-16作为依托，但 X-62A 几乎不可能直接成为美空军服役的首款实战型 AI 战机。小型化的无人机仍是美军推进 AI 军事应用的趋势。有很多的任务，可能是我就不派有人的战机。我是有无人战机去执行任务，那万一被敌人击落了，或者是有很大的损失，那没有关系，因为上面没有人命。那第二栏就是我跟有人战机的去合作，那由他搭配有人战机去执行任务，应该是还是会朝这个方向走，而不是说我们会看到说很快的，就是所有战机可能都我就改装成有 AI 来操控来执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凸显。美媒指出，目前大多数无人机还需要人类远程操控、远程决策。今后 AI 如果全面替代人做决定，失控的风险将大幅上升。Is that a possibility, really,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going rogue?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ay it is or it isn't. Do you ever see a point of fully autonomous weapons? So U.S. Air Force aircraft that are fully autonomous weapons? We're not going to unleash killer robots on the battlefield to kill anything they wan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comply with the laws of war.